大家，今天我要来分享我家的冰箱。因为我之前不是租屋，所以要重新建造一个家，真的要花很多钱。我当初就在想，我要从基本维生和生活的家配开始添购。对我来说啊，一个家要真正可以住进来，比较必备的几个重点配备是洗衣机、热水器，再来就是冰箱。所以冰箱啊，我在装潢之前就有收集一些资料。通常建商配置的房子都会有一个可以放置冰箱的空间。之前我影片有提到，我希望冰箱的空间可以改动，放到厨房的外面。这样子啊，如果厨房有人在煮饭的时候，其他人要拿饮料啊，开冰箱就不用再进去厨房，而且开厨房的门油烟也会跑出来。因此，冰箱的大小限制还有外形，我就一定要在装潢之前先大概的想好。那就来看看我当初怎么选冰箱的吧。第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尺寸，因为呢坪数不大，冰箱尺寸就不能太大。要配合装潢，我的冰箱区只有留80公分，所以呢冰箱要选在70公分左右。而且我冰箱是放在公共区域，所以外形和装潢的色调必须要相符合。太抢眼的话好像有一点奇怪。面板的部分呢就不希望太容易沾指纹，毕竟沾指纹就不好看，而且你要一直擦就有一点麻烦。再来第二点就是容量，容量不够，采买的时候就很不方便，你需要常常担心冰不冰得下。像我有在断食啊，我每餐都会尽量自己煮，70公分左右又要达到大容量，选冰箱算是一个大挑战。我当初有设定至少要500公升，以我的生活习惯来说，我喜欢到卖场一次买足，大概2周左右才买一次差不多。我很喜欢欧美规格的那种对开冰箱，我觉得很大气也很美，但是小空间实在放不下，所以就直接放弃了。或是啊，像是 Smeg 的冰箱，我觉得超美，超级喜欢，但以我的生活习惯来说，就有一点重看不重用。买冰箱这种东西还是理智一点好。看过日系、韩系的品牌，70公分左右要做到500公升左右的冰箱，符合条件的真的不多。我最后找到了网络上资讯量比较少，但是有买几乎都有推的30电机，它的综合评价都是安静、节能、品质妥善率佳，而且外形呢也算符合我的口味。对了，我在查的时候常常搞错，30电机和30重工是2间不同公司，在台湾也是2个不同的代理商哦。锁定品牌之后，我就看了容量和尺寸，最后我选择的是这一台。这台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哦，它是一个6门的冰箱，容量是525公升，一级节能。面板上呢有3颗星星，3颗星星就代表达到目前的最高节能。它的颜色有2个，白色和玫瑰金，因为希望和装潢的颜色可以协调，冰箱就不用太抢眼，所以我就选了白色。看起来呢真的没有什么违和感，我朋友来啊看到冰箱都觉得根本就是为了这个装潢量身定做的，真的很搭。它的面板是钢板材质，纹路带有一点发丝纹，虽然不能照镜子，但就不像镜面那样容易沾指纹。还有一个小的触控面板，我觉得整体的设计很简约。它的尺寸很小哦，宽是65，深度只有70，高的话大概是180公分左右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冰箱要预留散热空间。这台的设计啊，它的散热大概是在上方留5公分，左右呢最小间距各留0.5公分，背后留出1公分就好。我觉得真的很不占空间，超级适合小空间使用啦。之前的影片我有一直提到，我觉得小空间的家电安静真的超级重要，因为空间小，如果你东西不够安静，走到哪好像都听得到它在运作的声音，就会有一点烦。冰箱其实平常非常安静，你坐在旁边不太觉得有机器在运作。大家知道我的餐桌就靠在我的冰箱隔间旁边，但是如果你打开的时间太长，压缩机制冷启动的时候，分贝大概是40分贝左右，其实这个声音跟我过去的冰箱经验差蛮多的，这台真的算很安静。现在冰箱的功能都很多，那就来看看我这台有什么特别的吧。
第一个是超冰保鲜，我觉得这个很方便。如果你当天买回来的海鲜啊，或是肉品，你晚上可能就要煮了，那就不需要冷冻。但是呢，你不用冷冻，又希望它能保持像海底捞上来的海鲜这么新鲜，或是温体的肉这种新鲜程度，你就把它冰在这一层，温度呢控制在-3到0度，大概可以放3到7天。你要吃或要煮的时候，不用另外解冻，它就可以直接使用。第二个是升降棚架，这个功能呢，我觉得就因人而异，可能有人觉得很鸡肋吧，但我觉得冰箱的空间已经不大了，如果里面的空间能够更弹性的变化，会比较增加实用性。但我其实不是很常用这个升降的调整功能，不过有时候东西就是这样，你冰不下，这东西就是太高了，冰不下，你就会很感谢你有这个功能。第三个是所有库室分区全独立的空间，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冰箱其实最怕味道串味，如果你冰箱一旦有味道就很难散去，所以呢我通常都有用密封保鲜袋或保鲜盒，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没有注意没盖紧，或是冰那种泡菜啊，或是味道很重的食物，味道不小心跑出来就很容易串味，所以我觉得独立空间就很重要，你分区的话空间也更好利用。第四个是鲜摘蔬果室，它里面有红、蓝、绿这3个颜色的 LED 3色光技术，它就是一种重现大自然光的感觉。它这个光呢，可以抑制蔬果的水分蒸发，就比较不容易变干，然后延长保鲜期。我通常一次采购都会采购不少蔬菜，然后像叶菜类啊这种就其实比较容易坏嘛，那以前坏掉就常常黑掉啊，或是散发出一种菜味。但是我冰在这台冰箱，它真的有延长那个保鲜的时间，叶菜类放久不太会黑掉，它顶多就是黄掉这样子，也没有散发出那种浓浓的菜味。第五个是超净清冰室，它是一个独立的制冰室，我觉得夏天呢就非常方便，像我常常夏天要喝一些冰的饮料啊，或是调制一些气泡果汁，就很常会用到冰块。它是装好水就可以自动制冰，它会自动侦测冰块满了就会停止制冰，每一次呢制冰就会有一点点时间，我觉得大概5秒内，它不会持续太久。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贴心的软垫，所以呢冰块制冰好之后掉下来就不会太大声，而且呢它做出来的冰块都一样大，我觉得这个很棒。之前的冰箱啊没有这个制冰室，就要自己取出冰块盒，然后装好水再放去冷冻库，这种过程中难免水就会洒出来，然后就滴到一些里面的冷冻食品，就会结冰啊，就不方便。但现在这个我就觉得很方便，你要用的时候呢，你其实就打开抽屉啊，把那个水箱取出加水再放进去，它就会自己做冰块。如果冬天呢你没有需要用到冰块，你也可以停止这个自动制冰的功能，节能省电。自动制冰我觉得最担心的大概就是卫生的问题，这个制冰水管呢它可以拆出来水洗哦，然后下面的水箱里面的配件其实都可以拆开来清洗。我大概是2到3个月洗一次，就确保这个卫生。拆下来的过程很简单，配件全部都能拆卸，然后用水清洗，这样使用冰块也比较放心。洗好之后就晾干，再装回去放到冰箱就好，整个过程很简单。第6点是美味瞬冷冻，我其实很喜欢这个功能，它是-7度的温控，可以瞬间冷冻，保持食物原本的美味，也可以做那种微冻易切。所以呢，我会把我准备要煮的肉啊冰在这一层里面，肉就那种微微冻的状况下很好切。还有一些冷冻的莓果包啊，因为我常常会拿来加优格，那冰在这一层它要分离也很容易，就不用另外解冻，所以这个功能我还蛮喜欢的。再来还有一个是它的自动关门是20度以内，它就可以自动吸进去，这样你就不用怕冰箱门没有关紧。当然如果你冰箱门开得很大，大打开，它也是会像一般的冰箱一样哔哔的叫，去提醒你没有关门。然后这台有全独立的空间，它有16个感应器，感应温湿度啊、室温啊、除霜等等，它会自动调节。
我觉得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，就需要这些智能的设备来帮助我们生活更便利、更节能。这台冰箱啊，它买来有附一个蛋盒，然后冷冻柜呢有一个托盘，它有分上下2层，使用到现在食物放这层都没有坏掉或是结霜的问题。然后刚刚有讲到制冰室，它里面有一个挖冰块的小铲子，也是配件。蔬菜室呢，它也有隔板和托盘，东西就可以分区分类的放。我觉得这个空间还算蛮大的，你那种大瓶的饮料啊，或是米桶这种高的保鲜盒，就很适合放在这一层。它最底下还有一个挡板，它可以挡住缝隙，你要移动冰箱的位置的时候呢，你再把它拖出来就好。我觉得还蛮好拆的哦。之前有在爬文，我都看大家都说30算是不便宜的冰箱，优惠的活动也算少。因为我很早就在关注冰箱了，所以我有大概比较一下价钱。之前我有在电器展看过，然后也在网络上比较过了电商平台的价钱。期间我也有到过电器行实际的去看过冰箱。其实30冰箱的定价，我觉得价差不算大。虽然它不算是一个便宜的冰箱，但我觉得它品质真的不错。这样的品质用起来就觉得买的很有价值。我最后是在双11的时候到 Momo 购买的，价钱是55,165，它有含基本安装。配送抵达的前一天呢，平台配合的电器行会电话联系，然后安装的时候呢，它会简单的协助定位，确认冰箱是不是有运作正常。买这台的时候呢，有配合一个活动，他送了一台价值大概3000块左右的气炸烤箱，和我曾经比过的价钱来看，我觉得算蛮超值的，大家可以趁双11的时候去买。如果说用起来有什么小缺点，我目前个人使用的习惯来说，我觉得有2-3个是我比较不太能适应的。第一个是，我觉得它那个模仿大自然的蔬果室啊，它真的让蔬菜有一直生长的感觉，所以像是马铃薯那种容易发芽的啊，我后来上网爬文，用盖子去盖住，可以避免它那个 LED 光去照它，这样就比较不会发芽。然后第二个是那种特大罐的饮料，虽然我比较少喝啦，但是有时候会买那种很大罐饮料，它就很难插在冰箱的旁边，然后冷藏的东西如果多，你就没有办法移动那个隔板，这时候我就会把它放到蔬果室。第3个就是冷冻柜真的太小了啦，因为我真的很常买需要冷冻的东西，现在食物冷冻包装保存的那种保鲜技术都很好，然后疫情之后啊，其实很多店家都有出冷冻包，所以冰箱里现在要冷冻的东西真的比冷藏的多，有时候就会放不太下，完全需要另外再买一个冷冻柜，所以我最近要开始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冷冻柜了。不过我家里空间比较小，冷冻柜也要找那种不占空间的。以我现在的采买习惯来说，可能要找那种窄长型，大概100公升才放得下。好，以上是我冰箱的分享，希望大家喜欢哦。如果有任何推荐的冷冻柜啊，或是冰箱的收纳，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朋友哦！不能再录了，冰箱要坏了，拜拜。